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18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有3个，一个是美国疫情的寒冬正在过去，第二个是中国放行美国驻港总领馆的物业交易，第三个是中国鼓励农业转基因技术，风险巨大。那么我们讲3个，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先讲第一个好消息啊！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截止2月15号，美国过去7天平均日增武汉肺炎确诊病例约 8.6 万例，是从2020年去年10月以来新低啊。那么你可以看到一个图形，非常清晰的图形，就是直线在下降啊。那么过去7天日均新增死亡病例3000例，也是呈下降趋势。截止2月10号，美国因武汉肺炎住院的人数降至2020年去年11月16日以来的最低水平，重症监护室的压力也有所缓解。目前，美国累计确诊病例2782万人啊。那么纽约州州长科莫17号宣布全州7天平均这个检测阳性已经连续40天下降。鉴于疫情逐步好转，室内家庭娱乐场所和室外游乐场有限度恢复营业。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家这个里弗斯说，根据目前的趋势，最坏的情况似乎已经过去了这是个好消息啊。那么2月16号，加州奥克兰体育场大规模疫苗接种向符合资格的民众开放，每天提供6000剂疫苗。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美国这个疫情的好转？华盛顿大学全球健康教授这个穆克达德说，他说行为是第一原因什么行为？行为就是其实有几个原因呢。第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人终于愿意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了这是第一原因最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季节性因素那么疫情在北美和欧洲都有所消退。那么从今年1月1号开始，英国感染病例下降了 70%加拿大下降了 50%， 葡萄牙下降了 30%。这意味着什么？武汉肺炎病毒属于季节性的病毒的可能性有所增加那么去年针对这个 SARS-CoV-2 这个冠状病毒的研究发现，这种病毒通常在北半球的冬季达到高峰常见的高峰期是1月和2月，那么现在正好是高峰开始下来第三就是疫苗那么目前美国有将近4000万人已经接种了第一剂这个疫苗，那么占美国总人口的 12%。 如果没有接种疫苗，按照数学模型计算，那么到6月1号，美国疫情死亡人数将增加 15.2 万人，那么疫苗的推出会挽救 11.4 万人的生命不过呢，美国现在有4000万接种了第一剂，那么还有2700万已经感染那么也就是说有6000多万，将近7000万人已经属于这个有抗体那么但是疫情接种对缓和疫情方面的效力还有限，因为接种的人还不够，只有 12%那么武汉疾控中心17号发布的报告说，变异的病毒可能会导致病例的迅速上升。现在美国已经报告了至少1299例
这个感染的病例与英国、南非和巴西发现的变异病毒有关。那么福奇国家过敏传染研究所的所长福奇说他说根据预测，到今年3月底，在英国发现的这个病毒变异毒株极有可能在美国占据支配地位。也就是说，现在美国疫情的好转有一个变量，什么变量？就是变异的病毒变异的病毒对整个的形势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在还不知道我们要继续观察这是第一个新闻第一新闻。第二个，美国政府去年9月份出售他们在香港的这个总领馆的宿舍这个地皮那么中间涉及到什么呢？在12月30号，香港地产商恒隆地产收购了这块地皮。那么在他们12月30号完成交易的时候，突然土地注册处告诉他们这个不能够完成交易，不能进行交易登记那么因为涉及到中美两国的外交事宜，就暂停那么18号，恒隆地产发言人确认，卖方对物业的出售已经获得中国政府的同意，交易有望顺利达成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放行了美国总领馆这个物业的交易那么恒隆地产发言人表示，很高兴卖方已经完成其外交义务，并获得中国政府的同意。恒隆地产正与卖方处理完成交易事宜，并将于适当的时候对外公布。那么，去年5月份美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馆招标出售他们持有了70年的香港南区的豪宅物业其实物业加地皮一起卖那么9月份，恒隆地产确认以25.66亿的总价格这个中标，那么捡了一个便宜货那么恒隆地产是香港的其中一个地产商这几年他们很少开发物业，主要是经营这个收租业务就是出租自持物业。那么在内地主要是做高端的商业地产，上海、沈阳、无锡、天津都有恒隆广场。那么美国总领馆和恒隆地产签订买卖协议之后，定于2020年12月30号完成交易然后就被终止恒隆地产发公告说香港土地注册处通知这个物业的出售涉及中国和美国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事务，非一般商业行为，需要适当的外交规范处理，所以交易未能按原定日期进行。那么中国政府已经告知香港特区政府，如果美国总领馆有意租赁、购置、出售以及其他方式获得或者处置任何位于香港特区的房地产，需遵从外交义务那么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应该提前60天，经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并提供详细信息，在取得中国政府书面答复后，方可办理有关手续然后恒隆地产的总裁就说这个物业不是普通的房地产，需要卖方完成外交义务，也不在我们控制范围之内那么他们在签署这个买卖协议的时候，已经支付了10%的这个交易价格，也就是2亿5600万作为定金那么这个物业呢在哪里呢？在香港港岛半山物业寿城山道寿城山道是香港传统的豪宅地区
那么它是香港政府1948年买进的这块地啊，然后持有到现在。这个物业它在上面盖的这个是香港总领馆的这个宿舍，那么这个面积是94800平方米平方英尺，重建的面积是47000平方英尺楼面地价是54000平方54000港元1平方英尺，相当于多少呢？相当于48.5万人民币1平方大概是这个价格。这在当时市场估价下限那么鸿隆地产是计划把这个地块建成这个独立式的豪宅预计投资40亿2024年完工他这一条路上有谁呢？有李嘉诚有这个前律政司司长黄仁龙那么寿山村道45号也是香港财政司司长固定的官邸我们来评价一下这件事情第一个，当初去年5月份，这个香港总领馆卖这块地，其实是卖整个物业包括这块地中联办不高兴，就跟这个香港的地产商打招呼，别去投标不要去投标，让他流标就给他个脸色看看。结果呢，大家都没去，结果很多香港主要地产商都没去。谁去了呢？陈启宗去了，就是这个恒隆地产。陈启宗是谁呢？陈启宗是香港前特首梁振英的金主算是个红顶商人陈启宗很有意思他很关心政治，他跟香港的很多地产商不一样香港大部分的商人都不关心政治，甚至是不懂政治。陈启宗很关心政治，他在美国很多年，然后陈启宗就去买估计他背后有人支持还是怎么样，但是这次买到一半不让卖那么这件事情在香港影响非常大为什么？香港是普通法，普通法是什么意思呢？普通法的意思就是我持有的物业我不受任何的限制，可以处理我的物业这就是物权法，物权法就有这样的规定就是说一个业权它包括什么呢？包括所有权，就是拥有它，然后包括交易权就是我把它卖掉我所有其实产权制度是什么意思呢？产权制度就是你拥有它，就是拥有权。然后交易权你买卖它，然后继承权我把我的这个物业这个产权给另外一个人，我完全不受限制，所以它的权利的部分和全部的完整性不受影响。也就是说香港总领馆拥有的这块土地它不是外交物业。外交物业是什么？外交物业比如说中国政府到美国去找一块地建它的领事馆，那是外交用地那么建领事馆，那么你建领事馆呢就要做很多的你要跟当地政府打招呼说跟美国政府打招呼，那美国政府说哎这里有块地给你那这就是外交用地但是这块地是1948年美国政府买下来，也不是做他的领事馆，是做他宿舍，其实是完全是一个商业用地那么如果中国政府突然其实当他拥有这块土地的时候，普通法的意思，你物权法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买卖，任何人都没办法阻止你这个交易。那么香港土地注册处相当于它和中国土地交易中心不一样，中国的房地产交易中心不一样。
普通法之下，它的物业交易就是你签订合同，物业已经交易完成啊。土地注册处的任务是什么？是登记。你完成这个交易之后，在他那里登记。登记的目的是什么？登记的目的是告诉大家，这个土地所有权发生了转移，它并不是核准，它只是登记。它只要材料对了啊，所有的材料对了，它就要登记。它没有拒绝的条件，它也不能够拒绝啊。这是一个香港土地制度，土地制度跟什么有关？普通法有关，跟香港的产权制度有关。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产权制度啊。那么，当这个土地买卖出现一个这样的状况的时候，那么对香港的房地产市场是有冲击的啊，有冲击的。这是第一点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然，中国中间来一刀啊，它能改变这件事情吗？其实不能改变这件事情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产权不受影响，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如果它影响它的产权的话，那事儿就大了啊。他只是要他去办手续，那美国政府就说那好啊，那就办呗，那去办了，提前30天，提前30天还提前2个月，我印象中是提前30天。提前60天，要提前60天通知，提供信息，那就提供信息。那你提供了信息，你得让他过。所以，中国外交部其实中间搞一下这个东西呢，大概是锲而不顺。锲而不顺呢，给他添一点麻烦，但是他并不能阻止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这件事情60天，你怎么着你得完成它。对吧？你需要更多的信息就给就好了，没有什么可隐瞒，因为物权信息就这些啊。这是第二个，就是说中国外交部可以给他制造一些麻烦，但是并不能阻止这件事情。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那么在这个时候放行，我觉得差不多也是时间上的问题嘛。12月30号到现在快2个月的时间。你是提前60天，那也就是说你用60天之内你必须放行，除非你有什么法律上的依据啊。因为如果你再给他制造麻烦或者不让他过，美国总领馆去香港法庭告的话，你也是个输啊。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啊。这是，那么这个时候放行第三个就是时间的问题，时间值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中国方面向美国示好呢？有这个因素啊，有这个因素。既然这个拜登和习近平通过话了，那么做点事情来缓和气氛，制造一些暖空气，有这个可能性，但影响不太大。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2月8号，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一个文件啊，这个文件关于鼓励农业转基因生物原始创新和规范生物材料转移转让转育的通知。这个通知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充分发挥生物育种创新在塑造农业科技竞争新优势中的核心作用啊，然后就进一步促进和规范农业转基因生物研发应用活动。发通知如下：第一，鼓励原始创新，支持高水平研究，那么支持从事新基因、新性状、新技术、新产品啊，这是第一。第二，强化产品迭代，支持高水平育种，
其实这是方向是育种啊，育种。第三，发挥市场作用，促进成果转化啊。第四，加强主体培育，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啊。那么第五，规范生物材料流动，强化溯源管理。第六，明确权责责任，压实责任主体。大概的我们描述一下这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件事情就是中国的粮食问题啊，其实这是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中国粮食去年欠收啊，那么当然国家统计局说中国粮食丰收啊，说中国粮食连续6年丰收，我不相信啊，中国粮食去年一定是欠收啊。在这个麦收在麦收秋季粮价上涨，说明什么？说明粮食欠收啊。那么中国的粮食的压力其实越来越大啊，或者是我们可以讲中国的粮食问题，或者是中国的农产品供应的问题，逐渐产生压力了啊，逐渐产生压力了。那么这里产生有两个对中国来说有2个风险。第一个风险，当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越来越恶化的时候，粮食问题会成为其中一个高风险的问题，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粮食是个耗材，它跟机器不一样，你买了一个机器可以不断的运转，粮食不是，粮食买了以后吃完了要接着再买。所以中国如果有粮食的问题，那么它的整个的国家运转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苏联的崩溃其中有一个原因啊是什么？就是苏联用了大量的外汇去买粮食啊，到后期就是它的粮食已经没办法保证粮食供应，所以它都是在买。当它的石油出口的收入无法覆盖的时候，他就借了西方好多的钱，这些债务成为苏联崩溃的其中一个原因啊。所以粮食问题是这个背景，这个政策的背景就是粮食问题啊。那么中国的农业有有4个主要的大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土地问题啊。中国的粮食生产本来来说，中国是农业国，但是为什么现在会有粮食的问题？那么有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土地的问题啊。土地是什么？土地是农业的基本的生产资料，因为你种粮食、种农产品都是在土地上，你没有土地，你没办法做这件事情。但是中国的土地归国家所有，不得转让，所以这个土地被固化，所以现有的土地制度制约了中国的农业生产，这是第一个问题，根本问题，土地制度，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农业生产的成本非常高。中国农业生产的成本高的原因有2个啊。第一个，小块经营无法大规模运作，小块经营当然成本就高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农资价格非常贵啊。农资价格非常贵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农资被国企垄断，国企垄断农资，所以农资价格非常的贵，又是小规模经营，所以中国的出产的粮食和农产品比国际市场要高多少？出厂价，我们不说别的，就是中国的粮食收购价比国际市场高30%到40%啊，这是第2个原因。第3个原因，过去20年，中国为了刺激国内的经济，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什么政策？城市化啊。中国的城市化的代价是什么？就是吸收了大量的农村的劳动力，所以中国的农村没有劳动力，没有劳动力的后果是什么？中国的农业没有人做啊，这是主要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啊。那么转基因变成了什么？
转基因变成了一个救命稻草，拿来搞，希望能够改变中国农业的这个状况。但是这里面风险巨大风险巨大。第一，转基因技术被广泛应用，但是转基因技术有利有弊那么扬长避短的这个做法是什么？就是监管。转基因技术必须给予监管，你才能够控制这件事情，因为转基因技术背后的一些弊端需要时间去证实，不是马上能看得到。而这个时间，在这个时间值没有用完的时候，必须对转基因技术进行监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有没有转基因监管体系？没有没有。中国虽然有一些你要登记你要这个那个无所用心所以这件事情，中国没有一套基础性的监管体系。那么，没有基础性的监管体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亿万消费者那么面临着巨大的风险那么这就是如果出了问题，都是大问题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讲出来，报告出来，大家要小心这个转基因的这件事情，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另外顺便讲一个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继续讲一个德国生物科技公司 BioNTech 2月19号表示他们会按照计划向台湾供应这个武汉肺炎疫苗目前仍然在跟台湾进行疫苗供应的谈判声明说BNT BioNTech 致力于协助全球各个地区结束疫情，为台湾提供疫苗计划也是全球承诺的一部分，相关讨论仍然进行当中那么陈时中台湾的这个卫生部的副部长星期三昨天在电台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台湾购买辉瑞和这个 BNT 共同研发的疫苗500万剂去年12月份准备宣布的时候突然生变，说受到外部的干预存在政治压力那么大家都知道他讲的是中国大陆那么陈时中表示这项协议失败了，因为有人不想让台湾太高兴那么当有记者问他是不是北京中国大陆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回答说有可能，但是我们无法确认，我们正在继续与公司沟通那么 BioNTech 和上海复星集团签订协议，那么由这个上海复星代理大中华地区至少1亿这个武汉肺炎疫苗，协议包括台湾那么马晓光就是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应这个陈时中说大陆阻止这个 BioNTech 出售疫苗给台湾的说法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奉劝民进党当局政客造谣诽谤，推卸不了责任，去除心魔才能解民之苦大概就是这件事。这件事总之呢应该是会供应给这个台湾的了 BioNTech 那么台湾在获取疫苗的问题上一直面临困难，那么直到最近台湾宣布 Moderna 500万这个阿斯利康20万，然后这个是500万大概是这样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一直鼓励台湾用中国大陆的疫苗所以我还是建议中国国民党党员中国国民党应该用他的党费给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免费打中国疫苗，这就对了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率先垂范嘛，对不对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
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那么今天是个好消息啊，好消息，这也基本上和我们大体上的判断是一致的啊。基本上今年上半年，美国会逐步的走出这个疫情啊。虽然这个拜登总统认为这个今年年底才能搞定，但是我觉得美国疫情应该在今年年中6月份左右，应该就差不多应该问题就不大了啊，这是我的看法，我一直是这么看啊。我们继续跟进，好吧？好，明谢机粉，谢谢啊。观点，我认为应该支持转基因或者是改基因技术，可以反对产品，但是不能反对技术。任何技术都是无罪的，关键要看人们如何利用这些技术，关键是靠法律监管人们的良知和新闻自由的曝光，而这一切在中国大陆都不存在，非常正确。观点，转基因最主要的危害还不在于事物本身的安全性，目前世界上销售的玉米全是转基因的，GMO 最大的危害在于使用抗农药株的大量使用，造成农药的滥用，用于消灭杂草和提高产量。这种抗农药的株正在第三世界和中国占多数，所以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一大症结在此啊。观点，转基因不可怕，可怕是科研中的态度。如果转基因是为了发论文，那么后果不好预测。观点，只有支持创新，没有保障创新。真的研究出新的好的粮食品种，马上被人山寨，甚至政府山寨了，那研究的人有什么利益跟保障？中国真的是一个不健全的国家，立法从来不考虑其他的配套措施。中国的创新中国有知识产权法律啊，甚至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都有，甚至中国还有知识产权的法庭啊。但是中国司法不独立啊，司法不独立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共有一个政法委书记啊，政法委书记管3个人，一个是公安局长，一个是检察院检察长，一个是法院的院长啊。每一个层级他都有一个政法委书记，这个书记管3个人，就这3个人。那么也就是说，政法委书记想抓谁判谁，就一条龙全能搞定。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司法没办法独立的原因。当你司法不独立的时候，那你所谓的知识产权就没办法保证啊。或者是我们翻过来讲，我们从知识产权延伸到中国的产权制度。中国的产权制度是建立在泥沙上的，沙滩上的。为什么？因为底下没有基础，你没有产权制度是得不到保证。什么叫黑打？黑打是从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唱红歌，打击黑社会。共产党治下有黑社会吗？当然没有黑社会。中共治下的地方，所谓的黑社会都是政府官员伸出去的另外一只手而已啊。所谓的打黑是什么？打黑的目的就是黑打。黑打干什么？就是明抢民营企业家的资产。所以在中国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不是完善，就是不存在产权制度。不存在产权制度这件事情延伸到知识产权领域，所以中国的知识产权得不到保证。在没有知识产权得到保证的前提下，你怎么会有创新？所以在中国翻版就像什么？翻版就像翻书一样容易啊！所以你怎么会有创新啊？观点，我反对转基因技术，因为转基因农作物在使用中一定避免不了使用大量的农药。观点，我支持转基因技术。很多人笼统的反对转基因，和当初义和团调铁路
拔电杆有的一拼。菜刀也可以拿来砍人，但不应该反对使用菜刀。转基因利用好，对人类的意义很大。我想讲一下我的态度啊。转基因技术呢，我觉得我们这几位网友讲的都对啊，这是这件事情的若干个层面啊，若干个角度啊。转基因当然是个技术啊，这个技术我们不反对啊，这个技术你怎么发展都没问题，你使劲的往前发展，但前提有一个，我们不能够违背我们的道德啊，就是说我们转基因技术用转基因技术做一些东西，我们要在一个道德范畴内行事。那么但是这个道德是什么？道德其实是人类的共识。那如果我去转基因，我用基因编辑技术把人类的基因改一下行不行？不行啊，这个人类没有权利做这件事情。所以道德是人类社会的共识啊。那么我们要去理解道德是什么，然后呢，技术发展也要在道德范畴内，就是也要受到道德的约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转基因要受到监管啊，就是说为什么要受到监管？因为转基因的产品，它可能带来的风险，我们不可预测，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一个机构或者一个组织帮助我们，特别是一些专家各个领域的专家，包括我们的一些社会的贤达，参与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去衡量一件事情，我们可能面对风险，我们要找一些人去帮忙去把关。就是说有些事情可能我们不能做，有的事情我们能做但是也不能做。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两件事情要同时发生。就是说我们在发展转基因技术的时候，我们需要监管啊，甚至我们在做转基因产品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关啊，就这两个啊。情绪，武汉的7大殡仪馆，84座焚化炉，24小时运转，每天可以上千大体就是遗体。中共官方隐秘疫情死亡人数，5毛与粉红应该反水对付中共，替中共病毒害死的中国人昭雪。观点，我怀疑有自然宿主。中国如此严格管控，但疫情依旧连绵不绝。我没有意见，因为有没有自然宿主，到现在为止，武汉肺炎的源头到底是哪里没有结论啊。那么有没有自然宿主也没有结论啊。情况坐标布拉格，欧洲各国的疫情还在寒冬中，边境口岸都封着。过去对卡车通行没有什么限制措施，最近开始收紧了。捷克、德国之间的几条高速公路排起了10几公里的长龙，在寒风中等待检测的司机们跟防疫人员发生了多起争执。欧盟委员会的许多防御措施，由于官僚体系效率低下，无法落地。疫苗有研发却无产能，迫使几个成员国转向俄罗斯和中国。捷克政坛还为紧急状况是否违宪争论不休。观点，我怎么觉得欧洲疫情又严重起来了？OK， 情况坐标德国，上周打完 Moderna 第2针，第2、3天关节疼痛发烧，第四天恢复。德国民众德州不是德国，德州啊，我说德州他在打 Moderna。德州民众这几天对州长和电网管理人员怨气很重，后续会有 lawsuit 诉讼啊。观点，陈时中是台湾卫福部卫生福利部的部长，是副部长嘛德国应该是因为要车用晶片，只好拿疫苗来换。
台湾疫情又不严重，疫苗根本用不着，我 OK， 让其他国家先打。不对啊，一定要打。为什么？那你想一下，台湾现在是基本上是全封闭的啊。台湾保持一个好的这个记录啊，台湾是模范生啊。有一个原因，输入性管控好啊，输入性管控的非常好。那么你想，下一步如果其他国家都打了之后，他就开始开放边境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没打，你敢不敢出去？你不敢出去。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其他国家要打，所有的国家都要打，所有的国家都打了，你才能够全世界才能都开放，否则的话，全世界没办法复原。如果你不打，你会吃亏的。观点：再吃转基因食品，年轻人将无法再生育。这个结论不可靠啊。为什么？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一点啊。这就是为什么转基因产品，我们讲的是风险啊。风险是什么？就是说风险是没有发生的危险，它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发生。那么它没有发生，它就是风险啊；发生了就是危险啊。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转基因很多产品是有风险，但它的问题没有发现，没有发生，但是没有人能保证它一定不发生，这就是问题啊。包括你说年轻人无法再生育这个问题，没有证据，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也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证据啊。情况我在同学群里提出，赵少康应该率先打中国疫苗，结果被大家挞伐的满头包，说我住在美国，饱汉子不知饿汉子气，台湾拿不到西方疫苗，我还说风凉话，我只好道歉，我说我也是国民党党员，只是不亲共。我觉得赵少康我觉得应该是从中常委开始打吧啊，国民党应该从中常委开始打，包括赵少康啊，包括这个韩国瑜啊，都应该先打嘛，是不是？对吧？啊。提问：新的人口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生育滑坡，但是中共政府却没有出台任何刺激生育的政策。请问王老师，是外界过度夸大了中国的生育问题，还是中国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很紧迫？在人口近10年下滑的大背景下，计划生育依然是基本国策，请问这里面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外界有没有夸大中国的生育问题？当然没有夸大啊，包括我本人也没有夸大。为什么？我们讲中国的人口问题啊，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的老年化问题，它已经是个灰犀牛，你看着在往前跑啊，这不是没有人夸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中共没有任何的反应？他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中共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中共现在的情况就是所有的东西呢，所有的权利都往上跑，跑到哪里呢？跑到一个人身上去了，跑到习近平身上去了。也就是说，其他人说了不算，因为没有权利。中国是个权力运作的国家，你有权利，你才能够做你想做的事情。当所有的权利都集中在习近平一个人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都会被耽误。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甚至他的认知也是有限的。那他权力都在他一个人手里，他不点头，其他事情都办不了。那意味着什么？就是很多应该办，但是可能向他报告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不紧迫啊。你想一下，他底下的那个秘书，每天今天上来报告10件事啊，然后第二天他上来报告20件事，他就发火了。你告诉我这么多事情干什么？一巴掌扇过去怎么办？然后他就一看，不行，那我不能说太多，我就第二天就报告8件事。中国一天哪止8件事，800件事，8000件事情都有，好吗？
他权力全抓在他一个人手里，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反应非常的迟钝，他就变成一个讲什么强干弱枝。强干弱枝其实是中华帝国一直以来的状态。那现在不是强干弱枝，这个干都被捏细了，就变成上面那个人最大，就这个原因，没别的原因啊。情绪坐标内蒙古，我今天和父亲讨论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多长时间的问题。他说中国很快就会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取代美国的地位。不管我怎么说，他都认为我是错的。实话没人信，真的很痛苦。不用痛苦。情况不了解欧洲其他情况的其他地区的情况，但是北欧的疫情已经大为好转，每天新感染人数比几个月前下降了快7到8倍，但是政府继续实行严格的管控措施，管控和疫苗双管齐下，希望在夏天前能够完全控制疫情。OK， 观点道德也是与时俱进的，现在的道德标准和古代的不同。道德的发展要跟上科技的发展。那当然，我都讲过，道德是什么？道德是社会共识。社会共识，我们认为进房间应该把帽子脱下来。社会共识，如果你进房间，大家有这样的社会共识，你进了房间不脱，大家觉得你不脱这就是社会共识。那么过了几年，大家觉得不脱也没关系，这形成新的社会共识，你不脱也没关系。所以他所有的道德一定是与时俱进的，因为社会共识会与时俱进。坐标东京，国内有很多直播软件，直播列表都是发展中的国家，很少有发达国家，这是怕大家发现别的国家的生活好，败露了中国的落后。OK， 觉得中国其实很缺钱。每次看到政府吹牛的时候不差钱，但要出钱的时候几乎没有下文。疫情期间不发钱补助失业人员，新生人口下降，不出台真正的要花真金白银的鼓励政策，近年都是如此。差不多空了吧？我觉得这2年造的应该差不多了家底应该，中国的家底应该差不多这2年造完了所以应该是没什么钱了。你现在看中国也很少去非洲撒钱了，为什么？没了，没钱撒了提问：中国疫苗在中国不能给60岁以上的老人打，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国家进口呢？他的解释是什么？他的解释就是他做临床的时候就因为没有60岁老人的这种病例，所以他没办法做临床。其实这是完全骗人应该还是有问题因为这个疫苗本身还是有问题所以他不敢给老人家打。好，明谢 Kathy Z， 谢谢老罗王，谢谢国民党大佬们，请包专机去中国打疫苗，我觉得也是或者至少可以请中国大陆掏钱嘛，对不对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